歡迎來到煙火味廚房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光。今天秋葵分享一道好吃的美食。首先往秋葵裡面加入1勺食鹽，少量的清水，像視頻中這樣稍微的翻拌一下。因為秋葵的表面有一層絨毛，食鹽有很強的摩擦力，在秋葵的表面揉搓一下，這樣可以有效的去除這些絨毛。如果不處理乾淨的話，在食用的過程中喉嚨會發癢。接着倒入多一點的清水，把秋葵的表面清洗一下。冬天气候乾燥，我們要多吃素菜。今天的秋葵12塊錢一斤，比五花肉還要貴。不知道你們那邊賣多少錢一斤呢？淘洗乾淨放在一旁備用。接着準備一個清洗乾淨的西紅柿，切成厚片。西紅柿的底部不需要切斷，然後再轉過來切成小條，同樣也不需要切斷，然後再立起來切成小丁。西紅柿富含豐富的花茄紅素，不管是炒雞蛋還是涼拌，都深受大家的喜歡。把切好的西紅柿丁放在碗中備用。做這道菜，我喜歡加一小塊瘦肉。挑選瘦肉，我們最好挑選這種小里脊，因為這塊肉是豬身上最鮮嫩的部位，主要是還沒有什麼筋膜。把切好的肉片剁成小丁，也不需要剁太細，稍微有一點點顆粒感也是可以的。剁成視頻中這樣放在盤中備用。接下來簡單的準備一些配菜，準備幾粒去皮的大蒜切成小丁，切好放在小碗中。一小塊去皮的老薑先切成薄片，然後再切成稍微細點的薑絲，最後切成稍微細點的薑末，全部切好和蒜末放在一起。一個清洗乾淨的小米椒切成小圈，如果不能吃辣的朋友也可以不用放。炒家常菜，我喜歡提前調個料汁，碗中加入小半勺的食鹽，少許的松茸鮮，少量的白糖，然後再加入2小勺的生抽醬油，加入少許的玉米淀粉，加入適量的清水，把調味料化開。提前調好料汁，也是節省炒菜的時間。接下來準備一鍋開水，加入大半勺的食鹽，加入少許的食用油，接着把秋葵放在鍋中。我們要提前把秋葵焯下水，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秋葵裡面的草酸和澀味。在焯水的時候，千萬不能把秋葵的底部切下來，不然營養很容易流失。而且煮制的時間也不需要太長，大約煮個1分鐘左右。秋葵比較鮮嫩，如果時間太長，很容易發黃，而且營養也很容易流失。煮制成視頻中這樣就可以。接着把秋葵放在準備好的涼水中自然放涼，大約10分鐘左右。現在的秋葵已經完全的涼透了。這個時候的秋葵顏色翠綠，看着也特別有食慾。稍微的整理一下，用力把水分擰乾，這樣方便下一步的操作。接下來簡單的割下刀，根部比較老，切掉一小部分。秋葵的尾部我們也要切掉一小部分。農藥殘留一般都在蔬菜的尾部。把秋葵切成大約2個硬幣厚的薄片，因為秋葵的含水量特別重，我們也不需要切太薄。秋葵有蔬菜中的愛馬仕之稱，其營養十分的全面，富含優質的粘液蛋白、礦物質、膳食纖維，
尤其富含維生素 C， 具有抗氧化作用，能夠增強免疫力，促進膠原蛋白合成。全部切好，放在盤中備用。所有食材準備好，我們開始操作。起鍋，加入少許的食用油，油熱之後，把西紅柿丁提前炒一下。這一步的目的是把西紅柿丁炒乾水分，然後再炒出裡面的湯汁。挑選西紅柿，我們最好挑選比較熟一點的，這樣更方便炒出湯汁。大約翻炒1分鐘左右，西紅柿也慢慢的炒出了湯汁。接下來加入切好的姜蒜、小米椒，快速的翻炒均勻，把輔料炒出香味。接着把剁好的肉末也倒在鍋中，快速的翻炒均勻，把肉末炒乾水分，炒至變色。加入少許的肉末，不僅可以增加營養，同時還可以豐富口感。也不需要炒太長時間，不然的話肉末吃起來會很柴，容易塞牙。炒至微微的變色，把秋葵直接倒在鍋中，快速的翻炒，使所有的食材完美的融合。接下来把準備好的料汁直接倒在鍋中，開大火把料汁炒至化開，使食材充分的入味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視頻都看到這裡啦，借您發財的小手點個讚再走唄。您的每一個點讚留言都是我前進最大的動力，非常感謝您一直以來對阿光的支持和鼓勵。炒成視頻中這樣就可以出鍋裝盤了。一道營養又好吃的秋葵炒肉末就這樣做好了。稍微總結一下，秋葵焯水的時間不需要太長，西紅柿一定要炒出湯汁。只要記住這2點，你也可以做出比飯店還好吃的味道。如果今天的視頻對您的廚藝有那麼一點點幫助，就麻煩點讚收藏。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